当1955年吉姆·琼斯牧师创立了人民神殿教时，几乎没有人能料想到它会带来可怕的结局。一开始，这种革新性的宗教活动逐渐流行起来，并且获得了一些在旧金山最为著名的政客支持。但在1977年，洗脑和虐待事件被揭露，琼斯带着数百个教徒来到圭亚那，创立了琼斯镇公社。这个殖民地被标榜是乌托邦天堂，实际上更像是个集中营。一个国会代表团正要过来调查情况时，琼斯展开了他的终极计划。在1978年11月18日，909名男人、女人和孩子丧生，他们被迫喝下有毒的增味饮料。这种灰暗的情景随之成为了永久性的速记俚语，用来形容极端的异教思想。他们喝了酷爱牌饮料。如今，世界上仍存在数千个异教，关于他们有2点需要注意。首先，不是所有异教都带有宗教性质的，有些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还有基于医学疗法的，专注于自我发展的，还有其他内容等。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新兴宗教都要被定义为是异教。那么，对异教准确的现代理解应该是怎样的呢？为什么人们会加入异教？一般来说，异教是一个团体或者行动，他们通常会对一个极端意识形态有共同的意志，这通常在一个富有魅力的领导者身上得以体现。虽然很少有像琼斯镇或天堂之门那样致命性的宗教，在1997年致使39人集体自杀，但绝大多数异教都共有一些基本特征。一个典型的异教需要教徒高度服从，并且要坚守严格的等级制度。毫无戒心的支持者和新成员会从内部运作团队中分离出去。异教宣称可以给出人生中最大问题的答案，只需通过他的教义，还有需要做出改变的妙法，将新成员塑造成一名真正的信徒。最重要的是，异教会同时使用正式和非正式的影响和控制体系，让信徒保持顺从，绝不容忍有内部分歧和外部监视。你可能想知道这些情况是否也存在于成熟的宗教体系中。实际上，崇拜这个词本来是用来形容崇拜神灵的人，他们通常会举办祭拜仪式和维护寺庙的敬仰方式。但现在发展为过度崇拜的意思。很多宗教都是作为异教兴起的，但发展起来后，他们会被合并到更大的社会组织中。相比之下，现代异教则会把他们的信徒从其他组织中分离出来。异教没有给信徒提供过上更好生活的指引，相反是想要直接控制信徒，从个人和家庭关系到财务资产和生活安排。异教还要求信徒服从由人类领袖，这个领袖通常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他们独裁而自恋，会受到金钱、性、权力这3者诱惑的驱使。异教领袖会利用个人魅力吸引首批追随者，随后的扩张就像是传销组织的运作，早期成员会招揽新成员。异教徒非常清楚谁是他们的目标人群，常常会盯上那些初来乍到、对周边环境还很陌生的人，或者是最近刚经历过个人或者职业损失的人，孤独并有着对寻找意义的渴望。这些人很容易受到友善而又能提供归属感的对方的影响。这种招揽过程很微妙，有时要花费数月才能建立起关系。实际上，超过2/3的异教信徒都是被朋友、家庭成员或者同事招引进去的。这些人的邀约往往很难推却。一旦进入异教，信徒们会受到各种形式的教化。有些会利用我们模仿社会行为和执行命令的自然倾向，其他方法可能会变本加厉，会使用胁迫式的牵涉到人的内疚、羞愧和恐惧的说服技巧。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信徒们可能会出于对被接纳的渴望和为了获得承诺奖励而心甘情愿的服从。异教环境会抑制批判性思维的发展，让人难以发出质疑之声，因为在你身边的所有人都树立起绝对的信仰。由此产生的内部冲突，也称之为认知失调，会让你陷于困境，由当你承认自己被骗，但又不得不妥协，会让你倍感痛苦。虽然绝大多数异教都不会让信徒走向死亡，但还是会对信徒造成伤害。
因为异教拒绝给予他们思考、言论和结社的自由，异教会阻碍信徒的心理和情感发展，这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尤为严重的问题，它会夺走孩子们正常成长中重大时间。尽管如此，很多异教信徒最终还是能找到办法走出来，不管是通过他们个人的觉醒、家庭和朋友的帮助，还是因为异教由于内部压力或丑闻而土崩瓦解。现仍有很多异教团体隐藏得很深，因为一些异教的信条不管有多么的荒谬，都受到宗教自由的保护。但当他们的活动牵涉到骚扰、威胁、非法活动或者虐待时，法律有权进行干预。要相信任何事情都不应该以你的家庭和朋友作为代价。如果有人告诉你可以通过牺牲自己的情感关系或者忠诚来换取上善道，他们很有可能是为了自身利益而选择利用你。观看这段视频，不断锻炼思维，提高决策能力。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学习新事物的机会。